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3月20日，星期四，佛历4月下初七，万象晴，17到30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5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7.1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0.14基普，涨幅0.0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18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08.83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23点，跌幅0.47%。开盘1114.06点，最高1114.31点，最低1107.56点。成交量217400股，成交金额2亿8343万6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350基普，交易量19万股，其次是马哈腾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350基普，交易额2亿5971万5000基普，其次是萨万尼和马哈腾。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17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26万基普，涨幅0.8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3月19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3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5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23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下跌70基普，跌幅0.38%。普通汽油价格上涨430基普，涨幅1.94%。95号汽油价格上涨550基普，涨幅1.99%。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财政部2024年追回12万亿基普欠款。3月18日，老挝财政部召开了2024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并制定了2025年工作计划。会议由老挝财政部部长桑提彭维汉主持。会议中，财政部副部长乌班苏皮达汇报了2024年的工作成果，特别是在反腐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地方和海关的监督，发现并处理了多起违法行为，尤其是在进口商品担保系统中存在的未结算问题。2024年，财政部共查封了50个相关账户，追回了超过12万亿基普的欠款，这些款项将用于弥补国家财政损失，并进一步推动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财政部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强监督和管理，确保财政工作的透明和高效，进一步打击腐败行为，维护国家财政安全。2. 万象发生车祸致3人受伤。3月19日下午2点03分，万象市占塔布里县红开桥村附近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失控，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皮卡车，造成3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女性和2名男性。事故发生后，万象急救队迅速赶到现场，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救治，并将其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相关部门提醒驾驶员注意交通安全。3. 男子盗窃电缆被捕，供认多次作案。近日，跛脚省交警在会晒县麦普卡村附近设立检查点，发现一名可疑男子携带大量铜线，交警随即联系省公安厅进行核查，确认该男子涉嫌盗窃电缆。经调查，该男子名为努伊潘塔拉，22岁，现居住于跛脚省会晒县东村。努伊供认，他所携带的铜线是从友谊4桥附近正在建设的新大楼工地盗窃的。
自2025年1月以来，他多次在深夜或凌晨前往该工地，趁无人看管时盗窃电缆，共作案大概20次，累计盗窃电缆24根，总重55.5公斤。盗窃后，他将电缆剥皮并焚烧外皮，将铜线卖给流动收废品的人，所得赃款已全部挥霍。4. 沙湾拿吉省孔瑟东县卡道佛塔被列为地方级国家文化遗产。3月17日，沙湾拿吉省孔瑟东县举行仪式，正式宣布将纳科村的卡道佛塔列为地方级国家文化遗产。仪式由沙湾拿吉省副省长松塞温吉主持，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当地民众参加。卡道佛塔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与附近的红通佛塔分别被称为父塔和母塔。卡道佛塔位于红通佛塔以东约111米处，两塔风格相似，但略有不同。卡道佛塔呈方形，边长5.20米，高约4.40米。建筑材料为取自附近池塘的砖块，两塔均保存完好，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此次认定旨在保护这一珍贵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化价值，同时推动当地文化旅游发展。5. 国家工商会举办第4届女性企业家促进活动。3月19日至20日，老挝国家工商会在万象举办了第4届新时代女性企业家促进活动及女性企业家论坛。老挝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本腾杜昂萨万、老挝国家工商会副主席瓦利维萨彭以及老挝妇女联合会和相关部门的代表出席了活动。瓦利维萨彭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是第4次举办，旨在通过一系列活动增强女性企业家的能力，促进性别平等，并为工商会成员、企业协会和社会各界提供支持。活动内容包括产品展示、知识交流、管理经验分享以及技能培训。老挝政府的发展计划强调，推动女性企业家的发展是实现国家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提升女性的知识、能力和创业技能，帮助她们成为职业化的企业家，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价值。6. 养牛年收入超2亿基普，万象省农户成养殖典范。万象省彭洪县彭霍村的潘塔布翁塞先生是一位养牛模范户。近日，潘塔布翁塞分享了他的经验。自2018年开始养殖，最初从泰国引进了40头婆罗门杂交牛。农场总面积35公顷，其中17公顷用于建设牛舍和放牧，10公顷种植牧草，8公顷种植饲料和果树。自2018年起，农场每年繁殖15至20头小牛，目前牛群总数已达113头。潘塔布翁塞通过老挝婆罗门牛协会销售牛只，主要面向有养殖需求的农户和协会成员，平均每年通过销售牛只收入超过 1.5 亿基普，销售牛粪收入约5000万基普，总收入超过2亿基普。7. 万象市加强供水站监测，解决夏季供水不足问题。3月18日，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南帕松马尼与万象市市长阿德萨彭西潘敦及相关部门的代表，共同对万象市多个关键供水站进行了实地监测，以跟踪水位情况并解决夏季供水不足的问题。万象市供水公司总经理赛亚塞蒙昆汇报了当前供水情况。目前万象市供水公司每日最大供水量为 34.8 万立方米，为7个县的 81.9 万人口提供服务，共有 20.2 万个水表，去年总供水量为 8924 万立方米，平均每日供水量为 24.4 万立方米。然而，夏季用水需求显著增加，特别是在酒店、商业中心和度假村等区域。为解决供水不足问题，万象市供水公司已经制定了多项措施。此外，公司还计划加快供水系统建设和开发项目的实施进度。8. 中老铁路安全运营1200天。3月17日，中老铁路迎来了安全运营1200天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老铁路技术人员的辛勤付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老铁路公司不断加强铁路维护工作，确保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此外，公司还向沿线居民宣传铁路安全知识，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中老铁路安全运营1200天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其高标准和高效率，也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老铁路将继续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旅客出行的舒适与安全，同时推动旅游业发展，为老挝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